Hello，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我是张咋拉 Zara。我们今天直播的主题是飞书 CLI 实战，让 Agent 真干活。飞书最近开源了飞书 CLI 全称是 Command Line Interface， 也就是命令行界面。简单的理解就是让任何的 AI Agent 都可以替你去操作飞书界面了。你的 AI Agent 很聪明，但是他看不到你的日历，读不了你的群聊，打不开你的文档。他就像一个能力很强但是没有手的人，他只能跟你聊天，不能帮你干活。那么有了飞书 CLI 之后呢，飞书 CLI 就是给 Agent 的那双手，装上之后，你的 Agent 可以直接读你的消息，查你的日历，帮你写文档，建多维表格，搜知识库，发邮件，不是生成一段文字让你复制粘贴，而是直接在飞书里帮你把事儿办成了。那么以前是你操作飞书，现在是 AI 操作飞书，你只管拍板就行了。那么看完今天的直播，你会有哪些收获呢？首先，你会了解什么是 CLI， 我们为什么需要 CLI， 为什么这个概念在最近突然这么火。然后我们会通过一些实战的演示，去给你展示飞书 CLI 具体能解决哪些问题，实现哪些场景。这部分我们会投屏直接给大家演示，非常的干货。那么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几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相信关注 AI 的朋友们对他们应该都不陌生了，他们都在开源社区非常有影响力，也都是 AI 的动手实践者。那么有请我们的嘉宾上场。第一位嘉宾是 AJ， 国内超级知名的 AI 社区 Way2AGI 的发起人，社区人数已经超过了900万，每月都会在各大城市举办 AI 切磋大会。请 AJ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最近在忙什么？Hello， 我最近真的是非常沉迷用飞书的这个 CLI，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知识库是建在飞书上的，所以呢，我现在真的是完全用飞书 CLI 在帮我管理整套的知识库，我有非常多的好的案例，一会儿想给大家分享。好的。第二位嘉宾是归藏，他是著名的 AI 博主、设计师，专注 AI 图像和视频，非常热爱 Vibe Coding， 也是开源 Agent Code Pilot 的开发者。请归藏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刚好前几天一直在 Vibe Coding 嘛，所以说，而且去年也一直在关注 CLI 在 AI 上的应用。刚好飞书这个发布了以后，由于凭借飞书这个非常强大的生态，也搞了一些玩法，到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第三位嘉宾是来新路，他是 Share AI Lab 开源社区的 founder， 也是 Llama 3中文微调版的作者，Code Agent Runtime 开源作者，在 GitHub 上相关开源仓库积累了5万的 star， 也是前百度、腾讯算法工程师。来新路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然后我是新路，是 Share Lab 这个开源社区的 founder。然后最近几天也在高度的使用各种 CLI， 包括飞书 CLI 最近推出，我也在积极的一手试用。然后呢，就是最近也在做一些 agent 的 harness 呀，包括 runtime 的上一些设计的工作，后面也会开源。然后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最近在飞书 CLI 上去搭建的一些开源程序。好的，我们今天讨论第一个话题是 CLI 是什么，为什么最近这么火。然后我自己其实并不是一个技术或者工程的背景，我是纯文科生，但是因为我过去1年一直沉迷于 Vibe Coding， 然后最近我发现我电脑上使用时间最长的 app 竟然是我的终端，就是 Terminal， 就是我已经每天很多时间都在终端里度过了。所以如果大家并不是这个程序员背景，也不用觉得 CLI 离自己是一个很有距离的事情。我觉得现在有了 Coding Agent 之后，其实任何人你只要能通过自然语言跟 AI 对话，都可以很好的把命令行界面用起来。然后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CLI 是什么，以及它跟传统的图像界面 GUI 有什么区别。对，然后请 AJ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块的想法。对，昨天我还开源了一个 CLI， 给大家展示，投屏一下，感受一下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屏幕呢，特别的花。头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终端。是，我把就是启动页其实就换了一下啊，换了一个这个壳。然后我今天给大家会分享4个案例。那其中有一个案例就是我直接让他告诉我说飞书 CLI 网上有什么很好的使用案例，并且呢用非常小白非编程经验的人一个浅显易懂的比喻，并整理到飞书文档。然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整理出来的是什么样子就是怎么来介绍这个。对，就是你跟他说完以后，他会直接给你一份写好的文档，而且这个写好的文档让我觉得非常的兴奋的点是，他写的真的很好看，比我写好看多了。看他会在这里给你很好的比喻，这是我给他提示词就说要对小白很友好。这里很多文字但是他会把这个文档排版的很漂亮。那我让他最后呢，让他加了一个，帮我用几张图来输出一下 GUI 和 CLI 的两种表达方式分别有什么不同。那就刚好就顺带着跟大家做一个这个分享吧。最近就是大家其实讨论最多的就是这个 CLI， 还有之前的GUI， 就大家用的图形的这个用户界面。比如说我们打开一个 app 上面有很多的操作，这种呢更像是餐厅的菜单，是给人看的。CLI 像什么？像一个后厨的对讲机，直接按住以后告诉 agent， 让他说我要下达什么样的命令，并且这个 CLI 更像是给 agent 下达的一个高速通道。对，你看这它这是 AI 直接给我生出来的图。 GUI 像点餐菜单，这个 CLI 是这个命令行。如果我1000张照片，我可能要一张一张的去点选，但用 CLI 的话，我可以有一句话说，帮我把这1000张照片按照什么样子的方式整理出来 ，OK， 它就做好了。但是 CLI 的这个学习曲线，我们就是看到，你看我刚才这个命令行特别多，特别复杂，看到这里边就有时候很多人看不懂。那它确实学习曲线比较陡峭，但是一旦用上就回不去了。就像刚才达拉说的，他也是作为一个文科生，最近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这个界面了。那飞书的 CLI 能做啥呢？它能查日程、发信息、写文档、管邮件、填表格。你看原来传统的方式，我们要没有 CLI 的时候，我们要一点点的去选。比如今天晚上我要建一个日程，点选几个人，那我用飞书的 CLI 这种方式，我只要告诉他帮我约一个明天下午的会，几点到几点，他就帮你填好了。以及其实我觉得谁都需要，谁都可以用。一会儿有好几个案例再给大家详细的分享，让你们更有体感。对，我觉得简单讲一下，就是你的任何的 agent 都可以替你干活，或者替你工作了，替你上班了。因为就是大家现在应该很多人已经在用各种各样的 agent， 不管是编程的 agent， 还有一些个人的 agent。那么以前这些 agent， 就是当你在跟这个 agent 对话的时候，它是一个聊天的，你就可以把终端想象成一个聊天界面。其实现在你不需要任何代码知识，你就是纯大白话跟他沟通就可以。然后当我们人类去操作界面的时候，我们要去看这个界面，要去上面点选拖等等，但是这个不是 AI 的语言， AI 的语言是它喜欢用文字命令行的方式去操控界面，对它来说是最高效的。所以相当于 CLI 就是这个 AI 的语言和飞书之间的一道翻译。那么就是以前我跟 agent 是两个人的单聊，那么现在你可以想象飞书被拉到了我们3个人的群里，那我的 agent 直接可以跟飞书去用同一个语言对话了，它可以去帮我调用飞书各种能力。对，然后看看归藏和新路有什么想分享的关于 CLI 这块。好，刚才其实 AJ 说的非常清楚。然后CLI 其实以前的话，就是刚才你也说过，刚才早上也说过，它是一个一行一行的命令，可能对这些命令，可能以前对于程序员来说也是非常难记的，其实程序员也记不清，所以说它一般都会搭配一个巨长的文档你用的时候你只能去查那个文档，然后它可能有一些规律，但有时候也看那个写这个 CLI 的一个程序员的心情，它每个可能都不一样，所以呢某种程度上它其实是作为一个就是写程序的，作为一个 GUI 的一个后台的工具去这样一个角色去做的。但是呢 AI 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人记不住 AI 可以记住，尤其是我们一些非常常见的一些 CLI 工具AI 就可以，它已经被训到了，它那些命令已经长年累月被训到了那个 AI 里边，所以比如说这些常见的 CLI 工具你问它的时候，它基本上就能不用查文档也能快速的知道那些命令，所以等于 AI 就做了一个你跟 CLI 工具之间的一个翻译它能把你的那些话翻译成 AI 的话翻译成 CLI 的话所以唯一的条件就是你知道这个 CLI 工具叫什么名字就可以了
啊，AI 就可以帮你安装，帮你使用。对，基本上就这些。新路呢？就是我其实最近因为我主要做这个 coding， 对吧？然后我自己其实在开源上主要在做 coding agent 的它的一层 harness 啊，然后其实我大量时间自己也是在用 coding agent 来做 coding， 所以最近 CLI 对我推出对我体感就很强，因为我觉得它会比以前这种走 MCP 的方式会更高效。因为 MCP 的话本质上模型还是基于这个 JSON 来来回回的输入和输出交互的。那么刚刚刘桂丹老师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 CLI 很多新出的 CLI 可能原来大模型没有很好的在预训练啊或者后训练上没有见过这些命令，对吧？可能没有对它一个很好的训练，对吧？你需要不断输出各种层级的刚刚 help 才能看它的这个完整的这个 CLI 该怎么用。但 MCP 就更难说MCP 就是连刚刚 help 也没有，就是说既没有训练过，然后模型其实又很不会用。所以我觉得这个 CLI 呢其实会比一个是对我体感来说就是我用这个 CLI 会比以前用 MCP 更高效啊。举个例子，其实包括我去用一些这个别的一些像数据库类的，对吧？或者说这个开源仓库类管理的 CLI 也会比他们官方对应的 MCP 要好用。然后最近也是我是分别看到的就是关于最近飞书一个是推出了这个小龙虾的这个就是那个对应的插件嘛，然后最近又紧接着推出 CLI 啊，然后这个其实也就是积极在适应这个变化。然后我其实这几天在重度的使用 CLI 重新整理我原来的那个就是飞书的很多群组呀，包括我平时的一些这个跟我自己的这个 coding agent 的一些沟通的习惯。其实我刚用那个终端界面和 coding agent 的时候，给我一个巨大的 aha moment， 就是那个终端是可以操控我电脑上的任何文件的。就比如说大家的下载那个文件夹里一般都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文件，就是我之前的下载文件夹有可能几千个文件，然后非常的乱，因为你下载完也不会重命名它，然后也不会整理。然后我有一天就用一个 coding agent， 就是跟他说，你就把我这个下载文件夹里所有的文件给我分门别类的归类，放到对应的文件夹里，然后就是而且他会实际去看里面的内容，然后帮我整理，然后把命名页给我这个整体的改好，然后他就全都能做到。所以然后他可以帮你打开电脑上任何文件，帮你移动任何文件，修改任何文件，就是其实他就可以帮你操控你的电脑。然后这个是当时让我觉得非常的aha moment。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进入一些实战的演示了。对，然后其实飞书 CLI 开放的非常的彻底，所以基本上不管是聊天文档、日历、这个妙计、多维表格等等，就是人类能在飞书里做的绝大部分操作，现在你的 agent 包括 coding agent 都可以替你做了。然后我可以先分享几个我自己的一些比较好玩的案例。第一个就是我做了一个很好玩的 skill， 就是大家经常在飞书上开会嘛，然后开完会一般会有一个这样的妙计，然后妙计里有飞书的逐字稿，然后当然这个妙计也会帮你去整理一些会议的 to do 嘛。然后我自己之前的一个痛点就是说，经常在会上随口说了一些我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会后给你发个文档，或者说我们会后再约一个 follow up 再开个会等等，然后会后就忘了这件事情了。然后即使记录了 to do， 你也有的时候会忘了跟进。然后我就是基于飞书 CLI 做了一个 skill，就是用来把 to do 变成 done， 就是你用这个 command minutes， 然后把这个妙计链接发给一个 agent， 然后它就会自动识别出这个会议里有哪些任务需要会后执行，并且它会直接帮我执行这个任务。就是它不仅仅是记录代办，它是直接帮你把代办给办了。因为这个就是 CLI 提供给 agent 独特的能力，它不仅是像给你做个 summary 什么的，它可以直接帮你操控飞书去执行任务。比如说我在会里说我回头要给同事发一个什么文档，那它就可以直接去帮我把这个消息写好。然后现在是我要自己发出去，但是未来我们也会开放，就它可以直接替你发出去。然后再比如说他说我在会上说会后我们要再约一个follow up 的会议，那么他这个日历上这个会就是他这个会议就是这个 agent 帮我去约的。 agent 可以直接查看我跟同事的日历，找到我们两个都空闲的时间，然后给我们发一个会邀。这个也非常适合比如说你要约一个很多人的会，甚至跨时区的会，然后你以前可能需要手动的去看很多人的日历，现在agent 都可以替你去干了。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点就是设了一个小功能叫 wake word 指令。wake word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类似 Hey Siri 这种唤醒词。那么我一旦在会上说某一个词，比如说会后，那么这个 agent 就会把这个会后识别为我对他的指令，我在召唤他，这个就是我们俩的暗号。我每次会上提到我会后要怎么样，他就会把这个记录为我的代办，然后会后直接帮我办了。但是他每办一件事之前都会先去征得我的许可，他才替我去干。然后这个是我自己觉得非常巧的一个 use case。然后另外就是会议纪要，当我们比如说以前我会给同事发一个妙计或者是一个飞书文档整理的会议纪要，它都是文字很重的嘛。然后我觉得飞书 CLI 还有一个很强的地方，就是说它能让你飞书里的上下文，你的 context 可以连接到各种外部的 skill 里面了。因为当我们用了很多 coding agent 之后，我们其实会用很多各种各样的网上或者是开源的这些 skills。那么就比如说这个会议纪要的场景，我可以再把这个会议纪要 remix 成一个 front end slides， 就是我之前开源的一个 skill。它 front end slides 就是可以生成用 HTML 去做 PPT， 取代传统的 PowerPoint， 然后它做出来非常美观。比如说我现在展示的就是我基于刚才的会议逐字稿，我就把那个妙计链接发给我的 agent， 然后我说调用 front end slides 这个 skill 去给我把它变成 HTML PPT， 然后它就长成这样的。就是首先它非常有这个科技感，然后非常的美观，然后它就是能结构化的提炼我们这次会议的全部的内容。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说比如说你要给领导发一个总结或者是会议的这种汇报，与其发一个几千字的文档，可能大家就是没有人会认真的去看。但如果你能发一个这样非常美观的slides， 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可视化的表达。然后下一个场景是会议，因为我们平时有的很多团队会开非常多的会，然后飞书 CLI 是可以去读你的全部的日历的，不仅包括日历的标题，也包括日历的具体的内容，跟谁开的，以及描述的这些信息。所以你可以试一下这个 prompt， 比如说看一下我过去1个月的会议，帮我基于会议类型和内容打标，然后把它们收录到一个多维表格里，创建一个仪表盘，我要看看我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然后它创建出来效果大概就是这样的。他可以去看我过去1个月所有的日历上的日程，然后帮我总结，比如说哪些是 one-on-one 啊，哪些是你的招聘面试啊，团队力，但是这个都是 demo 数据，然后你就可以很可视化的看到你的时间都花在哪些事情上。尤其是如果你有一些 OKR 或者是工作目标的话，你就可以去对照说你是不是真正的把你的时间花在了最重要的事情上。然后这件事儿其实它同时调用了飞书2个能力，一个是CLI 去读取你的所有日历和日程的能力，另外一个就是它可以直接创建多维表格，以及直接创建仪表盘。这个仪表盘我没有经过任何手动的操作，就是它 one shot 做出来的。然后下一个场景是文档相关的，因为我们最近开源了 CLI 之后，我们有这么一个交流互助群嘛，然后里面很多用户会发非常多的用户反馈和问题，然后这些信息特别多，我可能来不及看，然后我就这个可能产品经理和研发都会遇到很多这样的场景，就是用户在群里反馈很多问题，所以我会跟我的 agent 说，基于这个群过去1周的消息，总结一下用户用飞书 CLI 主要的使用场景，然后我会告诉他我关注什么，因为其实消息多了之后，你是有很多噪音的，可能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你关注的。那对我个人来说，我不太关注的是 bug 反馈、操作疑问，我关注的是用户在用飞书 CLI 解决什么问题，有哪些具体的 use case， 然后哪些场景下满足不够好，然后整理成一个飞书文档发给我，然后每一个要有原始的这个 quotes 支撑，然后它整理出来的文档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它基于那个几千条群里的消息给我整理的结构化的一个文档，然后它会有一个非常比如说核心使用场景啊，然后迭代建议啊等等，然后还给我分了 P0、P1 等等，然后并且每一个都有原消息的引用和支撑。然后另外就是我其实可以在文档上去评论，比如说
这个使用场景，我想他讲的更详细一点，或者用小白语言再给我讲解一下，我就直接在上面画字评论，说用小白语言讲解一下，然后你再跟你的 agent 说，按照我的评论改一下文档，他就会按照你的评论去改文档。然后这个评论功能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就是相当于你可以去批注这个 agent 写的文档，或者你也可以把你写的文档发给 agent， 让他在你的文档上批注，然后就是相当于文档评论成为一个开放能力，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对，然后这个是我先分享这几个场景吧，然后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评论，或者AJ 可以继续分享一下。刚好说到这儿，我今天跟咱俩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还说了一个方式，就是直接可以帮忙去建日历。建完日历以后，Dara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你如果这个日历建了以后，你可以让 AI 提前帮你先做一些准备。比如说今天这个讨论的项目，你可以提前让 AI 来去给你做一下调研。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要做这个直播，我还准备了一些文档，我说你直接帮我把它填到我的日历里边去，它就会在日历里边加一个说明书。还有像我明天晚上会有一个新的模型发布，我说你先到网上把所有这个模型相关的信息做一遍调研，帮我填进去。我也可以投个评，对，大概投个评。看这是我的日历，飞书日历，你就完全自然语言跟他聊天。像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这个直播间，这里一个直播介绍，这是我自己写了一个介绍的文档。我说你就给他丢一个链接，说你帮我放进去，他就放进来了。所以你以后整理那些内容就会很简单。然后明天晚上是我们有一个这个新的发布，一个新模型的发布，他就给我做了一遍调研，我就只跟他说，你这个新模型你去搜索一下所有相关的内容，它有什么样子的那个好的特性，它就全部整理好放上来了。这个让我觉得开会前做准备就更简单。还有 Dara 说他还可以把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人，你要打他的名字，他就直接给你拉到一个会议的日程里边。这样子的话，你跟所有人的像他到底在飞书的这段时间内自己有没有空档就可以显示这个我觉得太方便了。对，其实对于一些会议特别多的人来说，很多时候你就是临到开会了才想起来，你已经忘了这个会的背景是什么，比如说什么上下文之下约的，这个对方是谁，然后你需要了解对方的哪些背景信息，以及你们俩到底要聊啥。然后这个就是你可以用任何一个 coding agent， 它可以去比如群聊啊、文档啊，甚至互联网上去，可以帮你把这些背景信息都汇总到一个文档里，然后直接把这个文档链接附到你的日历里，这样你随时点开那个日程就可以提前熟悉一下这个会要聊啥。然后我今天就觉得哇太方便了，因为如果说原来我是需要点到这个日程里边，点上面的添加，再打一个每一个字然后把时间这些全部要一个一个点选，我现在只要一句自然语言它就能完成。所以今天我就更好的去探索了一下到底它有哪些强大的功能。我就让它就是直接调了飞书 CLI 有一个叫做画板功能，帮我把所有它相关的功能做一个全景图。你看它做出来这个全景图特别漂亮，就这种功能也有。所以你可以看它可以直接帮你发信息。我前2天就一开始上线的时候我就测了最新的这个功能，我先让它去帮我找到了所有我应该要回复的群聊，对，可以发邮件，可以发视频会议的总结，可以创建云文档，创建表格，多维表格，还有我今天让它整理了知识库，可以搞日历，做任务，通讯录，这真太多了，所以我觉得真太好。这个整篇文档也是我让它直接出的，我说你帮我做一个全景图，并且把里边的所有功能全部罗列出来。我就是这里我觉得还有一个让我今天下午玩的一个点就是因为今天 CC 出了一个新的功能叫做电子宠物，我就想看看大家征集一下大家做上来这个电子宠物怎么样。我就跟 AI 说了一句，你帮我创建一个问卷，所以他就帮我做了一个这样子的问卷，旁边图是我传的，做了一个海报，但里边的这些问卷的内容、名字还有每一个项目都是他建好的，以及他还建了一个仪表盘，
这个画册的形式你也可以跟他说，他就直接给你建好了。这样我就收集上来一堆大家提交的自己的小精灵的照片，太方便了，就直接自然语言跟他沟通就行。太哇塞了。是对，很多朋友问这个 CLI 怎么安装啊，就是大家可以点直播左上角头像，进入飞书官号，发送关键词 CLI 3个字母，然后获取介绍文档。对，就是发取 CLI 3个字母就可以在飞书的官号。然后这个其实安装起来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复制粘贴一行命令发给你的任何的 coding agent 就可以了，不需要写任何代码。是的，其实我就只是复制了一下这一段话 OK 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到飞书里面，就是这个公众号里面获取这一段。整个安装只需要10秒钟左右，亲测。对，特别快。所以我们还在探索各种各样的玩法。我今天觉得特别哇塞的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都知道咱们那个知识库里边的内容特别多，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展开，就左侧这个展开好多内容。我就说怎么以前我们还想说让每个版主好好的再整理一下，但是日积月累东西就很多了，大家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所以今天我下午就在刚刚1个小时前，我说我们来试一下吧，让飞书这个 CLI 来帮我整理一下知识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就是我下达了一个指令之后，它正在操作。你可以看到左边不是人动的啊，是它自己在动。他把相关的帖子挪到了相对应的类目下面。我只是给他做了一句自然语言的描述，然后我们现在今天是把视频板块还有 AI 编程板块全部整理了一遍。你看他现在整理的很清楚了。那你整理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有个小技巧，就是你不要直接开那个 dangerous 模式，让它一气执行完。你可以跟他说，我先打开一个计划模式，帮我做一遍梳理。你看，整理一下这个所有的节点，先分析，给我一个计划，再放出来。所以你看这里有个黑客松，他就把所有的日期按照文档的日期，他随便所有的扫了一遍，把这个按照日期整理到文件夹里了。这是他给我的一个计划。这是彭晨来给我们做了个帮忙，用了他的 token 整个把全部的文档全部扫了一遍。所以他做了一个这个计划之后，我说好像还不错，给了一些建议，他就整个全部执行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爽的知识库。这个有点像我刚才说在本地整理那个下载文件夹，就是它现在也可以整理飞书文档和 wiki 了。对，这个特别好。这我有点好奇，你这个文档中的这个插图也是 CLI 帮你整理的吗？对，是的，他出的。他怎么实现的呀？你有没有给他一些特殊的截图技巧？对。我这里也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前2天看到 Zara 推荐了很多的 AI Builder 嘛，我就说我下达了一个指令，我说请调研一下 Zara 推荐的博主，整理出来，并用自己的账号关注每一个人，再对每一个人进行分析整理，形成一份调研文档，并且在每个博主前要加一张 X 主页截图，最终形成这样子一个文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文档都是他写的，这里是他截的图，他在每一个里面都插了截图，真的非常方便。OK， 调用浏览器 CLI 截图，对吧？然后对，再飞书 CLI 放过来。是的。对，我觉得这个是 CLI 特别强大的地方，就是它不仅能操控飞书，它还有你的 coding agent 其他的所有的 skill 和就电脑本身和浏览器调用的能力，所以这些东西一起组合起来就特别强大。对，它的可组合性非常强。是的，而且你可以用很多种形式。我在这边还用了让它帮我全部放到一个多维表格里。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吧，也就是怎么在多维表格里面放，其实就是一句自然语言，你把它整理好以后放到多维表格。我这里是把历史，因为我们的社区知识库配套了非常多的飞书群，每个飞书群都有5000人，我们大概有30个5000人的飞书群，可能内容太多了，看都看不过来。我说你帮我把历史最近3天的内容全部做一个整理，并且放到知识库飞书多维表格里。我其他的什么都没说，它就可以把类型
发布时间、板块、发送是谁发送的、摘要是什么、链接是什么、里边配的海报是什么，都已经放进来了，而且他还做成了这种看板形式，这都是他自己做的。这让我非常的惊艳，我说这确实不需要人手动操作了。而且大家看到的所有这些效果基本都是一个 prompt 就能实现的效果，就是不需要后面花很多时间去调啊、迭代啊等等。是的，真的，我就是在这里边说了一句话，我看一下就这样子，把最近的一个这一句话，最近飞书群里的内容整理到一个飞书多维表格，并做一个看板。对，我是先整理了一个群，把这个群名丢给他 ，OK， 他就开始工作了。最终中间我都没看，结果结束的时候，看他已经给我一条链接，并且把9张图也上传上去了啊，真太方便了，非常棒。对，还有什么其他场景吗？我这个要讲可能都讲不完了，我觉得，因为我们那要不那个，对你继续。对，就是我们的会议特别多，最近我们要做好多活动嘛，我们就说让大家写方案，但是迟迟就是没有人把方案给到，因为大家都太忙了。我说那这样子，我们就开一个会口喷，就今天下午的时候开了这个会，我们就是完全是这种形式的，可能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文字稿，就像刚才 Zara 说的，就是形成了这样子一个文字稿之后，我只要把链接打开然后给到这里发给他，以后说帮我做一个4月26号到24号到26号的活动策划方案，就这么一句自然语言，再加上这条链接，最后再形成一个飞书文档 OK， 它就做出来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飞书文档做出来的效果。这里让我最震惊的点还不在于说它整个这个文档排版有多好看，可以看到它这里把每一日的信息，还有这种高亮块，有表格，还有特别我说你要给我多一点创意，还有加一些延展，还会给一些什么离谱的奖杯啊，每天晚上大舞台、工作坊、拓展区干什么。这里让我更惊艳的点是在什么？你们可以看到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历史记录，你可以看到它不是一下子把所有的文案写完以后全部给你丢上去，它是一点点的来往里面添加的，就是我是亲眼看着它写了一块，再写了一块，再写了一块，所以它里边的历史记录非常多。你看它还在优化，把上面的有一个地方删掉了，这个让我觉得好像跟我一起在做共创的感觉，我就等着它出结果就行。对，真的对，我其实特别推荐大家用这个口喷或者就是说话的方式去写作。我平时很多东西都是这么写的，然后有了妙计之后，你可以直接把你说的东西录成逐字稿丢给你的 agent， 他就能整理成任何东西。是的，好的。还有很多探索，回头跟大家再继续分享。对，然后直播间有一些新进来的朋友，我们今天聊的是飞书 CLI Command Line Interface， 就是命令行界面，然后它可以让你的 agent， 包括任何的 coding agent 去操控你的飞书界面。然后这个如果大家想要获取 CLI 相关的详细的介绍和这个具体怎么安装，可以点击左上角头像，进入飞书的官号，发送关键词 CLI， 发送 CLI 你就可以获取我们的介绍文档。然后这个安装起来非常简单，只需要10秒钟复制粘贴一行命令给到你的 coding agent 就可以了。然后整个这个使用我觉得还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纯自然语言命令跟他说大白话就可以了。然后包括一些推荐的使用场景，我们在文档里也都会有介绍。对，然后除了演示飞书 CLI 之外，我们今天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飞书和 Way2 AGI 联合发起了飞书 CLI 创作者大赛，然后非常鼓励大家基于飞书 CLI 去做自己的项目或者是 skill。然后不管是你在 GitHub 上开源的项目，还是社交媒体发布的内容，都可以参赛拿奖。然后不管你是程序员还是普通用户都可以参与。然后奖品包括 Mac Mini、
安克 AI 录音豆、京东卡等等。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飞书最新的推送，里面有详细的介绍。然后刚才有朋友问我自己做的那个妙计 To Do 的 skill 怎么用，大家可以去看我这个最新的帖子，里面有详细的介绍，还有我的这个profile 里面有相关的入口。对，然后但是那个 skill 其实我只是也就花了可能半小时就做出来。其实做 skill 现在已经非常非常容易了。如果大家有一些工作里独特的工作流，或者是你的岗位的一些独特的这个工作方式，或者是你的审美品味，这些其实都可以做成 skill。对，然后要不接下来请归藏分享一下你的场景。好啊，我想一下，其实很多东西刚才那个Zara 和那个 AJ 已经都分享了很多了啊，比如说之前的一个是让他去排版啊，排版这个AJ 主要是因为本身 V2AJ 有个非常大的知识库，所以这部分对他的帮助主要是在飞书内部但是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是用这个本地的 Markdown 去记文字的、记笔记的，然后比如 CIL 也是操作你本地的这个文件嘛，那所以我们肯定很多本地的文档、本地的 PPT 啊、本地的文档、本地的表格啊，这个时候还有一些很多企业可能想迁移到飞书啊，之前是非常麻烦的，对吧？就是比如说你这么多的文档，你要迁移到飞书，非常困难，人做吧也比较麻烦，然后你要是写个程序用原来飞书的 API 的话，那个成本就更高了，但是现在的话，你就完全可以一键让它去迁移到飞书，就比如说这是我 Markdown 的一个本地的笔记啊，就是剪藏下来的这个文章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它一键就它一下就给它全部都重新排版了。而且比正常的 Markdown 的格式要丰富非常多，刚才在那个 AJ 那已经看见了。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迁移到飞书，或者是你的组织或者你自己想要迁移到飞书，那你本地的文档现在就可以通过 CLI 一键全部都迁移过来。而且一般来说迁移的过程中，因为你本地有个备份嘛，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它把你的这个备份删掉啊，这个是非常好的。然后第二个是分析数据啊，分析数据这个如果你原来就用的飞书的话啊，刚才那个 AJ 也看了，就是我是让他分析了一下我所有的这个文档啊，就是我所有飞书的创建过的文档，然后可以看到我是这样的，然后分析我过去一段时间文档输入信息，做多维表格看板，然后你看我字都没打全，对吧？语音输入的就反正可视化分析都没打对，然后他就给了我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它会有个统计概览，对吧？大概文档是什么，我的文档、别人的文档是什么，然后大概是来源于第几周，然后还有文档的一些明细，对吧？包括最后修改日期是否是我编辑、链接什么 token 也都给了啊。最后是给了一个看板啊，这看板的数据就非常的详细啊。然后之前还有个词云，就是那个词云里边甚至包含了这个作者的名字，就它自动给我创建了一个，就比如说我可能跟别人有协作。看这个人创建的这个数量越多，他们那个名字就越大啊，就是他甚至会用这种比较高级的这种数据分析的方式去创建看板啊，包括说这种数字啊什么，这些都是他自己搞的。然后一个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我做这个图像和视频啊，做图像和视频做的比较多，对吧？然后我们的这个 AI 视频工作者经常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素材的管理非常的困难，因为你一个脚本上可能有多个分镜，你每个分镜如果是图生视频的话，你每张图可能要迭代很多次，视频要迭代很多次，然后你在本地那个文件夹看的时候，看见一什么呢？就是所有缩略图长得差不多，因为你一个提示词出来的嘛，对吧？甚至视频的手帧都一样，因为你图生视频一个视频抽5张卡，那就5个手帧都一样，很难受。然后呢，我今天试了一下这个，我这个宠物，我就让他给我，我就给了他一个那个小说啊，或者说是分镜，然后呢，我就让他结合那个极梦的 CLI， 因为极梦也是有 CLI 的嘛，现在你可以通过极梦 CLI 去生成视频和图片，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串起来，对吧？把这个极梦 CLI 和飞书 CLI 串成一个
AI 视频工作流的管理的流程。比如说它生成了图片，对吧？生成图片的时候，它可能用了很多的图片提示词，然后你可能每张图片都要迭代很多个版本，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你的图片和视频都放到一个多维表格里，对吧？就比如说你看这个是项目概览啊，第一章，对吧？然后它会有总的描述，对吧？我们来自于，而且它你看我还用了 FFmpeg 让它把6个，就是每个不同的视频，如果你确认完以后它是6个分镜嘛，它把你整个分镜都拼成一整个视频了，所以它会输出一个最终的视频，这些都是自动的。好，这就是你的版本。那么接下来它会有分镜的概览，比如说每个分镜序号1是什么，分镜的描述是什么，分镜的提示词是什么，图片是什么，视频提示词是什么。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图片迭代了很多次，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有分镜1的很多个版本，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图片去筛选，当然也有画册视图，你可以看画册，对吧？它第几次迭代，这个就非常清晰，包括说迭代日记，对吧？迭代记录，那你就可以看到它版本号、初始版本它改了什么，对吧？变更详情这些都可以看。那这样的话，我们最大的问题就解决了，就是我们的数据，对吧？你看，因为它本身可以上传图片和视频嘛，我不会丢任何东西，因为这个图片和视频都是全尺寸的，对吧？它就你既把它当成了一个语音盘，也把它当成了一个素材管理工具啊。然后包括仪表盘，这个数据比较齐，是因为我就跑了1次哈。如果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工作流程来看，图像和视频工作流程来看，它会跑很多次，所以这个数据就很有用。包括说你如果是多人协作的话，你可以给每个人，比如说你是工作室，对吧？你是 AI 视频工作室，你就可以给每个人开放这个权限，你就能观测到每个人的工作状态和工作进度以及它产生的素材在哪儿啊，就类似于一个我们那个开发经常用 GitHub 去完成多人协作。但这样的话，你就有了一个这什么呢？就是 AI 视频和图片工作流程的一个 GitHub 啊，就非常好，而且不会丢东西，因为全是在云端嘛，都是在飞书这里。然后大概看一下这个特别棒，就是它不仅能帮你把飞书里沉淀的文档和知识管理起来，它还能把你本地的甚至副媒体的信息都管理起来，就是图片、视频等等。是因为这种图片、视频协作，原来多人协作其实非常困难，因为我们代码协作的话，其实文件很小嘛，那么图片和视频文件又非常大，然后协作起来呢，用云盘啊什么的就很难受啊。现在的话就可以，对吧？就比如说我给它弄完，这是我迭代的过程。这个过程最后你就可以跟他说，对吧？我搞定了以后，就可以跟他说，你说把我刚才的所有的过程和流程打包成一个 skill， 然后以后我一旦让你执行这个图像和视频生成任务，然后你就帮我完成这个飞书的储存和管理流程啊。这个就是刚才张二说的，你就很快的就有了一个 skill， 你的流程就沉淀下去了啊。其实就是飞书跟其他的 CLI、其他的 skill、MCP 的配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有前景的一个使用方式。我主要就讲这个。你这一个 CLI 加上一个飞书，干掉多少 SaaS 软件？对，而且其实没有 SaaS 软件专门给我们这种，对吧 ？AI 视频创作者去做 SaaS， 所以一般来说这种就很麻烦啊。而且传统的那种视频和图像工作流程又不太适合 AI， 因为 AI 有很多特殊的数据嘛，比如说提示词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好。对，那个我看评论区有朋友问一些问题啊，有回放吗？会有，对，之后回放我们会放出来。然后大家问推荐用什么模型，其实什么模型都可以，就是因为 CLI 它是一个通用的技术，所以你不管用任何的 coding agent，任何的模型都可以去实现刚才的这些场景。然后具体怎么安装呢？大家可以点击直播左上角头像，进入飞书的官号，发送关键词 CLI， 然后获取介绍文档。安装过程也只需要10秒钟，只需要复制粘贴一行指令给到你的 coding agent， 然后我们刚才实现的所有的场景都可以通过一个自然语言的提示词就实现类似的效果。然后刚才贵藏提到这个剪视频，视频创作这块，我也想再补充一个我最近觉得很酷的场景，就是我们经常有视频长剪短的场景，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进行一个2个小时的直播，或者是一个小时的会议吧，很长，但是我可能就想从里面找出一些精华的片段去发社交媒体也好，或者发给同事客户也好。然后这儿我有一个2个小时的妙计，
然后我就是可以把这个视频文件和这个妙计给到我的 agent， 在这儿说，基于这场直播回放和妙计，帮我剪出3个高光精华片段，每个片段不超过2分钟，然后优先挑选独特的洞察观点、搞笑的瞬间、让人印象深刻的故事，每个片段要有完整性，然后输出这个视频文件和标题，然后他就直接帮我剪出来了，就是这个是他剪出来的每个就是可能3个片段吧，然后每个片段大概是2分钟，而且都是非常有完整性，而且他挑的片段还都挺合理的，就是这个是他输出的3个片段以及为什么挑了这3段，然后这个不仅可以用在比如直播回放啊、视频创作，也可以用在我们日常的会议里，就比如说我作为产品经理，如果我去做一个用户调研和访谈，我可能跟一个客户开一个1个小时的会议，然后但是我可能希望我中间的一些高光片段，我能直接把这个片段视频发给我的研发的同事，因为我一直觉得看视频原声是相比文档是更有说服力的，所以以前我可能就发一大段文字，但现在我可以直接跟这个 agent 说你想抽哪些片段，然后他就去妙计里面去抽了，然后他就直接把这视频给你剪了，对，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些片段发给同事。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像视频长剪短这个，以前你可能也要专门买一个什么工具啊之类的，现在都可以用代码去实现了。对，然后看看新路这边的场景吧。好呀，share一下。对，其实我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最近更加激进的一个工作流，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飞书外面用 CLI 实现访问飞书啊？那我们能不能套娃在飞书里边用 CLI 来操控飞书自身啊？就是然后所以为了这个，然后我这2天做了一些这个努力和尝试，然后于是就有了这个工作。对，然后我先介绍一下我最近在干什么事情嘛，就是我因为现在这个就是我们 ShareLab 也主要在做开源嘛，然后我们也是这个 GitHub Trending 世界榜单的前10吧，这个就是我们。对，然后对，我们做了非常多关于 Agent 的这个学习教程啊，包括这个技术解析的一些资料学习的仓库，包括如何设计 Agent Harness 啊，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痛苦，就是我们的社区呢维护的仓库会有每天都会新增非常多的 issues 和 PR， 然后这些 PR 呢需要及时的去维护，然后去包括有一些方案可能不合适，你要跟他做探讨，或者说有一些你需要关闭的，然后有一些你需要合入，然后合入的时候你比较审慎，然后包括每天会有非常多的 issues， 然后呢其实我们又不止这一个仓库，我们在同时维护其实很多的开源项目啊，然后每个基本上都会有每个月会有一些这个 PRs 和 issues 的维护工作啊，所以说这个作为一个开源社区，每天就是会有这样一些工作，然后我一直想做一个单独的 dashboard， 或者说就是中间的一个临时 web coding 给自己用的一个东西，然后呢让我的 agent 呢去连接我的 Git 系统，去帮我做 issues 和 PRs 的管理啊，然后就是最近就是刚刚归藏老师演示那个，我说好像你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组合就替代了一个 SaaS， 对吧？消灭了很多这种慢剧的这种 SaaS， 然后其实我最近其实也就是体感下来，可能我用这个飞书的一个 IM 系统，然后再加上这样一套工作流的连通，其实可能你不需要一个 web coding 一个专门的垂类系统，然后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的工作流现在是怎么进行的。对，然后我这个就是刚刚就是在直播前我就把这个仓库给开源了，然后它叫这个 Like Channel， 就是专门用于连接飞书的一个信道，然后它怎么构建的呢？它就基于飞书的 CLI 来构建的，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它的这个就是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最后实验的效果，再看看技术原理。就是首先我刚刚说到，我们作为一个开源社区，每天会有非常多 issues 和 PR 的维护的痛苦，对吧？然后呢，比如这个是我们刚刚在那个世界 GitHub Trending 榜那个世界前5的那个一个仓库，对吧？然后我创建一个单独的维护组，然后这是我的飞书 CLI。OK， 我就这样，我就不用创建单独的 bot 了，然后我就直接把飞书 CLI 拉群里。其实拉群的动作也是飞书 CLI 拉的，相当于我只要在 agent 里对着他说 OK， 你在飞书上给我创建一个群，然后这个群是干嘛的，然后把那个飞书 CLI 拉进去，让他帮我干这件事儿，然后我就可以在这个群里专门聊这件事儿。然后所以我针对我的不同仓库，比如说 SDK 的，然后当然 CC 的仓库，包括这个agent 本身的这个 product 的仓库，包括我们说的一些关于这个小龙虾的一些仓库啊，包括我们关于 benchmark 的一些仓库，然后我就会拉不同的群，然后
而且我不用创建单独的不同的 agent， 我只要把飞书 CLI 拉到这个群里就可以了。因为我刚刚说了，我们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套娃式使用飞书，就是在飞书里用 CLI 使用飞书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就是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工作流实现的一个效果，就是首先就是我们这是一个群 LearnCC 的群，对吧？然后我们这里拉了飞书 CLI， 然后我就跟他去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去测试我的这个程序的正常连通性，然后我就问他，哎，你都能干啥？现在他就可以像那个在终端里使用 CC 等等这些 agent 一样，他去可以回复我们回复很多的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接着就是问他，就是说最近这个仓库看本地做哪些更新，他就给我分析了这个本地我们马上要推送上去的一些章节上的一个更新。然后包括我就让他分析一下最近的 PR 嘛，就是最近有很多没有核的 PR， 然后给他们做一个这个影响面积的评估，包括潜在风险就是星级的一个演示的评估。然后他就这个时候我就相当于在飞书里可以让他我跟我的 CLI 去沟通，然后 CLI 呢又会去本身 CLI 会驱动一个 agent， 这个 agent 呢又会调用别的 CLI。然后就是实现了一些工作流的串通，最后我就实现了对我这个开源仓库维护工作流的打通。然后他就给我说，哎，你最近有这些还没有核的 PR， 然后他们有的是好的，对吧？有的是坏的，然后比如有的是胖和臃肿的，然后他们具体都改了什么。然后我就简单的在飞书上发消息，然后因为我可以不在电脑前嘛，我就可以简单的发这消息，就是我可能希望他能够代替我把一份工作先处理了，我就说你分析一下看哪些是可以立即合入的然后呢他就开始做这个分析了，这个消息也是实时的，然后他就是不会像是龙虾那样，就是最后把结果给你，就是它更加实时一些。然后最后它就是把分析这几个 PR 是可以简单处理直接核掉的，那我就减轻我一些工作量嘛，我就说 OK 可以合并它们然后他就通过我的飞书 CLI 来调用别的 CLI， 就是我现在是飞书 CLI 嘛，然后我去调别的 CLI， 然后去达到把它们合起来以后，我就问他搞定了没有，然后他就告诉我 OK 这些东西全都做完了然后这些PR 全都合上去了就有一个总结，这样就是然后它又充分的利用了飞书上的消息组件卡片，然后这些消息组件卡片也是我去调用飞书 CLI 的能力，就是我去挖掘了飞书 CLI 里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些非常小的一些子命令，然后去分析飞书 CLI 支持发送哪些消息卡片。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不同的颜色，然后有不同的，比如说有的是 Markdown， 对吧？然后有的是不同的卡片块，就是这些会分不同的卡片，然后包括最后会引用我的消息去发送完成，然后它有这个标题和时间，对吧？然后就是达到这样的一个类似于我们在终端里使用那些 agent coding agent 的效果然后呢，你看这个上面我发送消息呢，飞书 CLI 也会给我回复收到，这个也是通过飞书 CLI 本身去发起消息调用，它去回应一下这条消息，对，然后包括最后处理完了，它又会回应一下这个消息，加一个蛋，就是全都由飞书 CLI 来完成的。然后对，然后这个我有一个另外的工作流会更加的炫酷，就是它会用飞书 CLI 来利用飞书上很多别的特性，比如说我这里同样是先是就是在这个群组里，然后把它给连通起来，然后呢我就让它先分析这个源代码，然后反正就是跟我做了一些这个互动吧，然后我接着就是让他去分析一下最近我们因为这个仓库其实该核的 PR 我们最近都已经核光了嘛，就是我们做 agent 构建 SDK 的一个仓库，然后那我就让他分析一下过去可能1个月对吧，一段这个时间已经核了很多 PR 了，那就是这个 PR 都做什么，然后他就是让飞书 CLI 去调用别的 CLI， 然后别的 CLI 呢就把这个结果给返回给他，然后他背后就是有一个 coding agent， 然后这个就是他会分别告诉我就是已经合并的 PR 分别做了什么，然后我就让他创建一个飞书表格整理一下嘛，因为我这样看着可能不是那么的直观对吧，然后我就让他创建一个飞书表格，然后他就开始给我创建这个飞书表格了，然后我们就真的得到了一个飞书表格，然后我在下面可以打开它，对，然后我这里就打开了这个飞书表格，对，然后这是他们的这个 commit 的 ID， 然后 PR 的编号，然后他们分别在解决什么样不同的任务，然后这个就是用飞书 CLI 来创建的，然后我就可以在这里边去维护最近的这个仓库上的PR 记录，然后它的作者，对，以及比如说它有的可能是我们内部提交的，然后有的是最近外部贡献者，然后它涉及到哪些模块就是涉及到可能模块会不同，然后它的变更内容也会写到这个表格上就更加的清晰，会比我们用那个消息里边去上下看那个 Markdown 文本消息。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还不过瘾，然后我说
这里边 PR 里有没有这些技术原理比较 make sense 的，对吧？比较深度的，你能给我创建一个画板或者是文档，然后用思维导图形式来给我进一步解信息。其实就是创建一个文档，然后把这些工作整理到再次整理一下，然后让我更易于去阅读嘛，就是表格以外的另外一种形式。然后他就给我展开了这些工作，然后最后我就得到了3份文档，然后他们分别是一个是 PR18的关于 Skills 技术系统的这个当时那个 PR 的一个深度技术原理的解析，然后他告诉我这个里边的整体架构，然后我们是怎么设计这个 agent 实现对 skill 的支持然后就是对也讲解的比较深。那我相当于我在手机上可能我快速的点开这个 button， 我就可以阅读这个飞书文档，我就有了这一个 PR 的完整技术原理。那么这个又是关于另外一个，对吧？21、23这个是不同模型底层的做支持的一个 PR 的文档的合作。然后呢，这个又是我们 SDK 上合作另外一个 PR 的分析，就是 CI/CD 流水线的构建优化。对，然后现在就来到了，就是说我们是怎么实现在飞书上使用 CLI， 然后这个 CLI 又反过来发消息给自身的，对吧？听起来 CLI 应该是个被动调用的东西，就是 bash is all you need 中的 bash 应该是被别人去调用，而不是它能主动的在线响应调用别人，对吧？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挖掘出来的飞书 CLI 有一个隐藏的特性这个就涉及到我们这个仓库，就是大家可以就已经开源，大家回头感兴趣可以装一下，叫 Log Channel， 也是在这个 Share Lab 下面的然后它里边呢就是我们设计了一个专用的特性的构建。那么具体这个特性呢，我就是给大家也可以专门讲一下，就是飞书 CLI 里呢，它有一个叫 WebSocket 的事件流的一个特性，就是你可以把它给挂起来，然后它有一个事件流订阅，就是你用 CLI 去输入那个空格 event 这个指令，然后它里边有个加 Subration， 然后你可以订阅你想要订阅的事件，然后你可以这样把它挂起来，挂起来以后，你通过这个持续一直 online 的去运行这个 CLI，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长链接的能力。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的消息给推送委托到其他的 CLI 上，比如说我可以把它委托到这个一些 coding agent 的 CLI 上，然后这样我包括让那个 coding agent 的 CLI 在合适的时候再重新调用飞书的 CLI 来做这个消息的回复输出。比如说我去发一个 emoji 然后说 yes 我收到了这个任务就是老板我收到这个任务了，对吧？然后最后可以发送这个普通文本消息来。哎，听不到你的声音了，新路。这个一个效果。好了。对，然后这个是我给大家的分享，谢谢。OK， 非常专业的分享。我看评论区已经有朋友说这个太专业了，听不懂了。对，其实我用简单的语言翻译一下，就是很多开发者会在 GitHub 上维护很多开源的社区和项目，然后以前你去维护这些开源项目，其实是一个非常手动和有大量工作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会去项目里提各种各样的建议或者是希望合并自己的代码，然后那以前这个开源的管理者要管理这些社区和这个项目代码合并是非常手动的和重复的一件事情，然后现在你可以把这些都整合到飞书里，比如说谁提了一个什么建议它就会自动同步到这个飞书群里，包括你甚至你的 coding agent 可以直接去帮你 review 大家的建议，帮你去做这些合并，然后以及帮你把代码库变成这个简易的文档等等。所以这是个比较专业的场景，但是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大家就是理解为飞书 CLI 可以替你去操作飞书里的全部的功能，不管是在给你回消息也好，给你这个写文档也好，帮你去建多维表格也好，帮你做知识管理，帮你去做会前的准备等等，都可以去帮你实现。然后刚才有朋友问这个视频，我刚才展示了一个长简短的场景，就是怎么实现的。就是这个其实大家知道，任何 coding agent 它都是可以帮你操作文件的，所以其实剪视频也是一个它可以进行的操作。如果你有个1个小时的视频，它可以调用 FFmpeg 这样的技术去直接去给你改这个视频，不管是给你加字幕也好，剪视频也好，然后它就结合了飞书妙记的能力，因为有了妙记之后，相当于你的 agent 就知道了你在几分几秒在说什么话，然后它结合这个妙记逐字稿以及它自己操控视频的能力，就可以实现视频的长简短。然后刚才有朋友问这个 CLI 跟龙虾的区别，然后正好我们在线几位也是这个龙虾的用户，要不给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用龙虾跟用飞书 CLI， 就是飞书的官方插件 versus 用 CLI 有什么区别？这个 AJ 有什么想分享的吗？其实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还一起讨论过，我们的使用习惯可能最终
最近的一段时间发现还是这种命令行的界面更加的易用和操作更方便。虽然龙虾是可以在一个 IAM 工具里边去调用的，但是你看不到它的过程。我们如果想要能够了解到它真真实实的在干什么活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回到这个命令行的 CLI 的里边看到它。虽然我们有些东西不用看懂，但是感觉它在我们看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的有安全感。然后以及它在操控我的整个桌面的时候，它的那些动作我也是能够感受可以看得到的。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啊，就是我从龙虾之后，现在大部分的时间可能80%的时间都还是放到命令行上了。对，龙虾看不见过程，没有安全感。对，我个人会觉得，其实很多人在同时使用龙虾和 coding agent 嘛，然后绝大部分人是把龙虾用在个人和生活的场景，然后把 coding agent 用在严肃办公的场景。因为在严肃办公场景下，你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强大可靠的 agent 去帮你实现。就是龙虾有的时候会挂，然后就 coding agent 是不会挂的，所以就是反正对我个人来说，我在办公里我会更倾向于去用一个 coding agent。但是我觉得大家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 coding agent 不只是用来 coding 的，就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要改变的一个认知。因为大家一听到 coding agent 就觉得就是程序员才用嘛，但是其实所有的这个知识工作者，只要你的上班是在用电脑完成你的工作，都可以用 coding agent 去自动化很多事情，帮你完成各种各样的工作，比如说画 PPT， 比如说写文档，比如说剪视频。就刚才还有朋友问你这个剪视频是用什么工具，不需要工具，就是 coding agent 自己会想办法把这个视频给你剪了，他需要调用什么工具他就自己去调了，你就不需要去想这件事情。就是你可以理解为 coding agent 基本就是万能的，就是你想干啥他都能想办法帮你干了，甚至你不需要去网上给他找 API 呀，给他搜，他自己会去找的。所以这个其实你结合就是 coding agent 这种多样性的能力，再结合飞书这个非常开放性的生态，这个两个碰撞起来有非常多的火花，你就可以实现非常多非常有意思的场景。是，我看咱们视频号里边还有人在问，就是怎么能够在命令行里边发自然语言，是什么原理？这个谁能解释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是自然语言，对，就是如果你单纯是一个，就是大家知道你电脑上有一个终端，就是 terminal， 对，如果你没有打开过你电脑上的 terminal， 我建议大家可以回家就试一下，或者现在就试一下。就是你只要打开你的电脑，这个搜一下 terminal 这个 app， 然后如果你只是打开 terminal 的话，它是听不懂你的自然语言的，因为单纯的 terminal 你是需要输命令行指令，这个电脑才能听得懂你在说啥。然后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先安装一个 coding agent， 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找这个安装教程，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基本上安装过程也就1分钟，基本就是复制粘贴一行命令，它就安装好了。然后你装了这个 coding agent 之后，你跟电脑之间就不用说命令行了，就是你跟电脑之间就有了一个翻译，那个翻译就是你的 coding agent。那么从此以后，你跟你的终端只需要说大白话。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非常建议，就大家如果电脑上还没有装过这个 coding 的 agent， 你先装一个，然后你装完之后，你就再也不用去想命令行这件事儿了。就是你从此以后，你就只用自然语言，跟你电脑、跟你的飞书去说话，然后它可以去帮你上班，帮你做很多工作。其实龙虾龙虾的飞书插件和那个飞书的 CLI， 某种程度上功能是一样的。对，如果你在用龙虾，你就可以用龙虾的飞书的插件 plugin 啊。如果你在用其他的，这个也是 CLI 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刚才没说的，因为各个平台的 plugin 就是插件，它其实标准是不互通的。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的，我们可能有很多个，说龙虾还有很多个 agent 的，就是这个编程 agent 的，对吧？那你不可能为每一个平台按它的标准都开发一个插件，这个人力成本太大了。那这个时候那个 CLI 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因为某种程度上 CLI 就代替了插件的作用，它里边打包了命令，
打包了 Scale， 甚至能打包 MCP， 对吧？那它其实本质上就是插件，所以你在其他的 agent 里面用 CLI 和你在小龙虾里用插件其实一样的能力，它的授权方式啊、调用方式其实很类似啊，不用纠结这个事情。是的，对，然后飞书的 CLI 是完全开源的，就是大家去 GitHub 上就能看到这个仓库，然后你只要把这个仓库链接发给你的 agent， 让它安装相关的 skill 就可以直接用了。对，而且这次我感觉飞书的 CLI 的能力非常非常的齐全，我觉得这也是有依赖于说飞书之前把开放平台做的特别好特别细，把每一个权限每一个功能真的这次都开放出来了。我们相信还有一些功能可以再开放以后会更强大，也一直在探索，真的太有意思了，这2天在用。对，因为我在构建我自己的产品的时候，因为我想让大家，因为刚才说过了，安装 CLI 其实挺复杂，很多人不理解 CLI 是啥，所以我就想把大家就是常用的这些 CLI 给大家聚合在一起，然后看看能不能帮大家更快的安装 CLI 和更好的使用它。然后其中涉及到了一个，就是我看，因为 CLI 刚才说过，给 AI 用的 CLI 和给人用的其实还不太一样，它有一些需求，所以就总结了几个评估的点，就给这些推荐的 CLI 打了个分，就是你有没有做到这些东西，你是不是一个 AI 友好型 CLI 啊？其中飞书和那个谷歌的是唯二的2个拿到5星的评价的啊，就是5星5个该做的都做了的 CLI 啊，非常的适配 AI， 不是给人做的好，给 AI 用其实也非常好。对。其实我是觉得给人用的 CLI 要用的舒服，其实给 agent 用的舒服其实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给人用，比如说你很难记那些命令，你往往希望是进入一个 enter 模式，然后你就去打这个编号，对啊，回车卷，对，那这个时候 AI 就完蛋 ，AI 就根本用不了这个东西，对，它这个键盘用不好，对，它就卡住了。对。其实我自己用 Coding Agent 一个我觉得特别厉害的点，就是他自己遇到错误，他自己会修复。因为以前我 Web Coding 的时候，基本上我遇到一个 bug 或者 error， 它就卡在那儿了，然后我就懵了。然后因为我自己也不是程序员，所以基本上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现在的 Agent， 它都有特别强大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它遇到问题自己会想办法解决。然后包括飞书的 CLI 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优化，所以如果他遇到了一个错误啊或者问题什么的，他基本上自己都能修复，然后他不会挂，就是这个是我觉得特别友好的一个点。对，其实这个也是 CLI 比 MCP 的好处，就是 MCP 它只能让模型输出一个 JSON， 对吧？你调错了，我只能告诉你这个 JSON 哪儿不对，但是它很难像 CLI 那样，就是更精准的告诉你，这个命令是缺了个什么，或者说我当前拿到的错误型的结果是什么，它可以自我修正。MCP 你很少看到这种自我修正的行为，我用飞书 CLI 的时候经常看到它这种自我修正的行为。然后在你说，而且 CLI 其实有的命令，因为它是命令嘛，大家有很多约定俗成的写作方式，所以有时候他确实找不着这个该用什么命令的，可能也忘写了，但是呢 AI 能猜出来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然后再提醒大家，本次直播除了我们演示飞书 CLI 之外，飞书还跟 Way2AGI 联合发起了飞书 CLI 创作者大赛，然后大家可以去尝试基于飞书 CLI 做你的作品，不管是 GitHub 开源的项目，还是 Skills， 还是在社交媒体发布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参赛拿奖。然后不管程序员还是普通用户都可以去尝试。我特别鼓励，即使你不是程序员，也去尝试用自然语言开发一些相关的 skill。你可以把你日常觉得特别枯燥重复的工作都用飞书 CLI 相关的 skill 去自动化，然后去给你自己的工作和业务场景提效。然后所有参赛的这个朋友都有机会获得像这个 Mac Mini 啊、安克 AI 录音豆、京东卡等等这些奖品。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飞书最新的推送，里面有详细的信息。然后如果大家想获得这个飞书 CLI 详细的介绍文档和安装指南，可以点击左上角头像进入飞书的官号，然后发送关键词 CLI， 你就会获得相关的介绍文档以及安装的命令。对，然后最后
想聊一个事儿，就是我其实觉得，当我们想把 agent 跟办公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其实相当于赋能给 agent 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让它有全部的上下文，就是 context，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聊天、日历、文档、工作会议等等都在这个飞书里。第二就是给了它一双手，因为以前它很聪明，但是它没法去操作你的这些界面。所以当一个 agent 又有了你工作的 context， 又有了手，它能实现的这个潜力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这件事儿我觉得比较难在其他的平台里实现，是因为飞书特别 all in one， 就是真的是我们所有的聊天、文档、日历、会议、多维表格、业务信息全在这一个平台里，所以就可以实现很多排列组合。比如我刚才展示的 agent 先去读你所有的日历，然后把你这些日历排到一个多维表格里做看板，或者说他先去看你所有的文档，然后再给你整理一些看板，或者是比如他基于你所有的日程以及群里的信息去给你做一些会议的准备，然后每个会之前给你写个筹备的文档。这些排列组合诞生的场景，我觉得才是非常独特和强大的，而且是非常难在其他平台实现，因为其他平台一般它只能做一件事儿，所以你可能需要把很多工具打通才能实现类似的效果。这个我特别有体感，对，因为我平常用的这个一些邮箱、一些会议，往往都是很分散的。然后我后面在想，我全部都迁移到飞书上，用飞书里边的邮箱、这个会议系统，然后各方面的，这样就可以 all in one 了。确实是的，而且我觉得对于管理社区来说，真的是帮了大忙了。之前我们真的是还需要好多人一起来去做整理，就人在整理的时候，信息量是带宽没有那么强的。我今天一下午把好几个板块让 AI 同时在进行，这个 coding agent 疯狂在跑，它燃烧了它的算力，用 token 换来了我们可能需要1个月的时间要整理的事儿。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组织了几个版主，但下达命令之后，大家说，哎呀，这个好麻烦呀，这个好难呀，就是很难，就是大家都最后没真实的就是改了几个地方，没有真实的把它做完。我们发现就是有些事情啊不做的可以就不用做了，就是就被替代了。对，刚才有朋友问，那如果我日常用的不是飞书，是不是就不行？对，那你得先用飞书。就是我们说的这些场景，前提是你的办公相关的信息和上下文已经沉淀在飞书里，你沉淀的上下文越多，这个 agent 发挥的作用就越大。所以我非常建议，就是大家如果没用飞书的话，其实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就是为了这个实现一个非常 AI native 和 agent 友好的办公方式，你考虑把飞书就是作为你的办公软件，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要长期投入的一件事情，这些上下文不是1、2天能建立起来的，就是你需要把整个团队的工作习惯和知识的沉淀都在同一个平台里完成，这样 agent 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而且我觉得现在其实每一个组织都要思考的就是你怎么进化成一个 AI native 的组织。然后我觉得 AI native 的组织不只是大家日常用 AI 问点问题就完事儿了，就真正 AI native 的组织一定是让 agent 在你的所有的办公工作场景里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就真的让 agent 要干活，要参与到你们的业务里。那怎么让 agent 干活？他需要人类给他提供非常非常多的上下文和赋能。那么给他提供上下文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放在同一个平台里，且这个平台可以很容易的被 agent 去检索和调用去操作，所以这就是飞书 CLI 带来的价值。对，然后我们这个大赛相关文档 AJ 也要介绍一下吗？好的，我也跟大家投个屏吧。可以看到吗？这次的大赛我们是想说趁热打铁啊，大家可以一起来尝试使用一下，因为真的非常简单。我们整个的操作流程就是给你的 coding agent 这么一段话，你就可以拥有整个飞书的各种技能。它就是这飞书本身的这些技能，你们也可以再把它进行一个更好玩的一种包装，来去给就是把它再包装一下也行，还可以干嘛呢？就是把它再搞成更加创作者更能
更多易用的工具。比如说像我这2天在用，我举个例子，如果是我让他写一篇文章，先做调研，最后把文章做输出，再配图，最终沉淀到一个文档里，其实你把它这条路径保存下来就是一个 skill。 这种 skill 其实是很容易写的，它其实并不是很难。然后我们就想说，征集一下大家使用飞书 CLI 的一些使用办法，所以就搞了这个飞书 CLI 创作者大赛，大家用 skill 来改变世界。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礼品，其实主要就是想让大家动手操作，让你们有更好的感受，发现哇塞，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我们这里可以点这里直接提交啊，也可以在加到我们的这个创作者的大群里，到时候我们也把我们的AJ 的什么飞书 CLI 这样小机器人也拉到里面跟大家互动。这里还有一些你任何的技术的问题也可以加到这个技术群聊里边来。大赛的时间安排是我们今天开始征集，到20号征集截止，我们25号到30号来公布结果。我相信在这半个月的时间，这1个月的时间，本身这个 AI 也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其实不变的还是大家最终对于 AI 的使用办法，像这些 skills 是真正能沉淀下来作为你自己的技能。所以你只要基于飞书的 CLI 来开发来提交参赛，我们有双赛并行啊 ，AI 玩家和开发者可以写代码 skill， 普通的用户呢，你也可以去拍一些视频，写一些帖子。比如说你今天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一场里边有不错的案例，你都可以把它搞成你想要去讲解的视频，也可以发放出去啊。所以一个人也可以提交多个作品，我们不设任何的上限，越多好作品获奖几率越大。但是一定是要原创的。飞书的同学就不用投稿了，我们给了大家更多外部的同学一些机会。2种方式，一个是 GitHub 发作品，你也可以在社媒平台来发你的作品，最终提交在这个上面来提交。我们给大家准备了 Mac mini、录音豆、京东卡，还有各种各样的礼物。这里边还有一些详细的赛事的激励，你们可以自己来看。最主要是我们准备了不少名额，我们都会在这段时间内帮大家多找一些好案例，让你们看到说原来可以这么玩，原来它的门槛这么低，大家欢迎来使用。然后我们接下来也会多开几次这样的直播，让大家来跟着动手来操作。因为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就没有一个一个的项目给大家实操作，只是展示了一些已经现成的案例。但之后我们可以搞一些直播，教大家一下一下的来操作。对，所以大家可以多关注飞书的直播的视频号，还有通往 AGI 之路的视频号，我们都会定期的给大家去做讲解。好的。对，我们直播之后都会有回放，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大家可以点直播左上角的头像，进入飞书的官号，发送关键词 CLI， 获取这个飞书 CLI 介绍文档，里面有详细的安装指南，还有这个场景的介绍。对，然后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收个尾吧。然后我主要想给观众朋友们留下的一个 message 就是3个字，叫去折腾。就是我会非常建议大家去折腾，因为我觉得 AI 时代其实动手折腾非常的重要。然后其实飞书有了这个开放能力之后，我非常建议大家在飞书的开放能力基础上去做2创，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流，或者你的岗位，然后你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定沉淀了一些你的审美也好，经验也好，知识也好，然后这些再结合飞书开放能力，可以做出很多非常多样性的skill 或者是项目，然后大家都可以把这些分享出来。然后一个是可以参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创作大赛，另外我觉得对于个人的成长和进化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在过去的半年可能发布了7个产品，以前我都是做 GUI 产品，但是我最近都开始做 skill 了，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其实也不太需要 GUI， 然后你做 skill 其实也就是纯自然语言，就是把你自己独特的一些认知做成一些别人可以调用的 skill， 然后这个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学习 AI 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然后我觉得学 AI 就是不能光靠看教程或者是看内容，大家还是一定要去动手去实践。
然后现在动手的门槛也会非常的低，就基本上就是安装就是复制粘贴，然后使用就是大白话，所以你只要会复制粘贴、会打字、会说话，其实都可以实现很多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效果。然后看看这个其他嘉宾有没有什么想给大家留下的寄语。这来呗。我其实特别喜欢 Zara 之前的有一句话叫 Learn by doing， 就是这个 AI 时代，你不管你是多高的高层，还是你只是做一些执行工作的文员，你都可以先去尝试起来，并不用被这种 CLI 的黑乎乎的界面吓倒。你先真的就那很简单的几步操作，先动起来，后面你一切都可以交给 AI， 因为你跟它自然语言对话，它会告诉你一切答案。所以 learn by doing 我就一直想拿这句话来激励大家，也是从 Zara 这边学习到的。那天其实上次来飞书直播，我就是这句话。其实我最近觉得这句话确实是越来越重要了。就是那天我也在 CRI 写那个文章里也说了，就是 AI 的能力其实取决于它使用的工具以及它的上下文。所以对于开发者还是对于用户来说，上下文就是一切。如果你觉得你的 AI 不好用，你给它配足够多的工具，告诉它你足够多的信息我觉得你会感受到变化。就因为我其实在整场直播期间一直在观察我们直播间的评论区所以我可能想替观众们反向问这个咱们飞书一个问题当然这可能是抛出一个建议，就是替观众就是好多人我发现不会装 CLI， 所以为什么飞书上不能内置一个 CLI 呢？内置一个 agent 的聊天界面，然后那个界面里有一个内置的 CLI， 这样大家其实就可以随便用起来，有飞书就有 CLI。对，然后这可能是就是我观察了非常多评论区的建议，可能就是提了一点。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对，因为我其实我可能是代表一类开发者群体吧，因为我去年一整年天天对着屏幕对着很多 terminal， 然后这个体感是特别不好的，因为每次要在电脑前，因为我特别爱折腾，我就是你们说的 learn by doing。然后我特别爱折腾，以至于我经常会等着那个 agent 发完消息以后，我等着下条消息，导致我每天晚上回去休息就很晚，我就大半夜的才回去，因为我一直在等 agent 给我回复完我就想又给他发下一条。然后呢所以我很多时候一直有大约有半年左右，其实我一直非常想把我的工作流迁移到飞书，然后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回去休息了，我可以用手机上的飞书给他发消息。但是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直没迁移上，因为把两者之间连起来还是有些做法，还是包括之前一些类似的开源项目也都有，但是就是在这个手机上或者说在一些飞书上界面，可能就是我看不到过程，对吧？或者说我的这个大小，我的不同的卡片组件类型，可能它不如终端上那么清晰。以及说我没有办法就是直接的测试感受我这个开发好的软件。但我觉得最近随着有一些技术的进展，包括故意 agent 的发展包括这个飞书上本身这个开放性的提升包括消息组件的就是 CLI 开放以后，我发现 CLI 也可以调用特别多类型的消息卡片，然后我就把这个给实现了。所以就是我今天演示的 case 其实也是关于我如何在飞书内用飞书 CLI， 以及在飞书内用别的 CLI， 直接把飞书充当我平时用各种 CLI 的那个终端了。对，就是也是给官方和给小伙伴们的一些这个分享和建议吧。我希望终极目标能实现用飞书直接取代我的 terminal。对，就是对，应该内置的，对吧？内置一个有 agent 的群聊，里面又有内置的飞书 CLI。对，我们也在往这个方向去想。然后我其实很想给观众朋友们一个挑战，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程序员或者是专业开发者的背景，我很想挑战，就是大家可以去挑战成为你们团队里最懂 AI 的人。这个是我觉得每个人可以在2026年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就是成为你们团队里最懂 AI 的人，最 AI native 的人。那怎么成为你团队或者是甚至你们公司最懂 AI 的人？我觉得首先你要如果没有打开过你电脑上的终端这个或者 terminal， 你可以去打开，然后去就是找一些教程去装一个这样的 coding agent， 任何的都可以，然后去尝试着比如说把飞书 CLI 装上之后，尝试去把你的一些工作流写成一个 skill。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普通人
想变得更 AI native， 或者说想成为你们团队公司最 AI native 的人的一个方式。然后这样的话，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公司都想做这个 AI 的转型，然后也想让员工更好的把 AI 用在自己的日常工作和业务里，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去做一些这样的主动探索，然后也把你探索的结果分享给你的同事和你公司的其他的团队，然后我相信这样不管是对大家自己的学习和成长，还是对公司的业务都会非常的有帮助。对，然后最后提醒大家，这个可以点击直播左上角头像进入飞书官号，发送关键词 CLI 3个字母，然后可以获取相关的文档。然后另外呢，我们正在举办飞书 CLI 创作大赛，然后大家可以基于飞书 CLI 去开发一些自己的 skill 或者是项目，发到 GitHub 或者社交媒体，然后有机会获得像 Mac mini、安克 AI 录音豆、京东卡等等这些奖品。然后感兴趣朋友也可以去关注飞书最新的推送。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大概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嘉宾今天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观看欢迎请大家会后去直接动手实践，实践出真知。好，谢谢大家，拜拜。好，拜拜，拜拜。拜拜。